持续锁定新闻大白话，我是黄韵晨。首先来为您介绍这一节国际话题的来宾，第一位是我们的耶鲁政治学博士郭正亮，大家平安。好，前立委李胜峰，主持人好，大家好。还有淡大财经系教授聂简中，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好了，我们看到啊，川习会之后呢，这个美中的关系和缓了吗？尤其是在贸易战的部分，似乎都已经有休兵的现象了。来看到啊，何立峰他会见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代表，他强调要落实釜山川习会的成果。好，这个是12日的晚间在北京，国务院的副总理何立峰呢，去会见了纽约非政府组织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董事长的执行副主席，还有会长。好，他强调要落实这个釜山会晤的重要共识还有成果。而这个 FBI 的局长也证实呢，说他上一周访华的时候也达成了协议，要促成中国去加强监管芬太明化学原料。好，中国在10日呢也宣布了对美墨加3国来加强抑制毒化学品的监管，13种芬太尼的潜体呢都被列入了管制清单。哇，看起来这个川习会的这个协议都在逐步的验证当中。但是怎么样呢？大摩还是警告哦，说中国还是握紧了一个要害，关税战是十分的脆弱的。这个是摩根士丹利的经济学家，他说呢，北京尚未取消在4月推出的出口管制框架，很可能呢就是要为了要维持一个经过调整的鹰喉要道，以保持其影响力。哇，不只是这样子来看到最明显的就是美国的大豆能不能出口中国了？现在说呢，原本答应要买，结果不到2周啊，现在呢可能要落空了。传出北京已经停买美国黄豆了。这个是外媒的报道说，上个月底就出现了本季首批订单的热潮之后，中方进口美国大豆的动作呢，似乎已经陷入了停滞哦。所以呢，业者就很担心说北京只是在做样子啊。好，这个是这个新加坡集团的农产品经纪人也说了，说业界普遍认为呢，中国采购1200万吨美国大豆的承诺，与其说呢是一项正式的贸易协议，不如说是一种外交姿态。好，除了大豆之外稀土更是了。尤其现在这个美国众议院呢，就说中国操控关键矿物的价格，要扩张经济还有地缘的影响。说这个是中国数十年来一直在试图去操控全球关键矿物的价格，要利用来控制权作为经济武器，扩大制造业，并提升地缘政治的影响力。好，现在这个稀土真的是中国非常重要的一个物资。那么现在他们也发现稀土也在打间谍战吗？被发现了印度的企业竟然偷偷转卖稀土给美国。好，路网就传出了说了一家印企呢，以民用电动汽车的名义，从中国进口120吨的高纯度稀土，然后转手加价30%再出售给美国雷神公司，很有可能被作为导弹制导系统。好，中国透过稀土溯源系统得知了之后呢，赶紧收紧了对印度的出口限制。好，印度不只是息口要转手，在俄罗斯石油的部分，它也是转手卖一笔。不过呢，现在中国不只是要这个控管自己的稀土，它也是不断的去挖其他地方的稀土吗？我们来看到这个是中汽去参与牵头发展全球最大7.2兆的绿地铁矿产项目呢，在几内亚是正式的投产了。好，几内亚的西芒杜铁矿整体开发成本高达了232亿美元。好，这个项目产能呢，最终可以达到每年1.2亿万公吨哦。南北矿区各占一半，可以占全球的铁矿贸易总需求大约的5%。哇，这个金额呢，真的是这个量产是非常的多的。好，那除了稀土之外呢，中国在 AI 的发展呢，也要这个急起直追。我们来看到，就是何立峰他抛出了 AI Plus 全域赋能，要采超常规的手段来冲关键技术。他要发展这个新质生产力，是赢得大国博弈、战略主导的内在要求，要全面实施 AI Plus 行动，来向千行百业加速数位化还有智能化转型，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好，另外华为呢，它也秀出了10大发明，预告未来10年要怎么过，包括了这个 AI 算力平台基础还有智慧终端与作业系统，以及通讯还有储能基
基础设施以及智慧驾驶。现在啊，就连黄仁勋都去称赞华为的晶片哦，说他们的实力非常强大，低估他们是愚蠢的。而现在美国矽谷呢，还发生了一件事情，那就是缺电呐。尤其啊，这个马斯克曾经在2年前就预告了美国的 AI 会被电给卡脖子。好，彭博也报道了，说呢，在加州圣克拉拉2处资料中心已经控制了6年多，就是因为在等待电力。而微软的 CEO 也公开承认了，因为缺电，所以微软成堆的 GPU 呢都被放在机架上面吃灰。那马斯克2年前就已经预告了，说啊，大约1年后呢，我们可能会面临晶片数量超过实际供电能力的局面，届时呢会有大量的晶片无法通电来运行。所以说 AI 泡沫可能就是因为电力不足才产生泡沫吗？好，我们来看到啊，这个美国目前呢 AI 巨大变革，最大的问题可能是到2028年会有44座核电厂的电力缺口。这个是大摩的最新报告指出啊，说2028年恐怕会出现如此严重的缺口，这等于44座核电厂的发电量而相较而言呢，中国就很早在建制他们的电网了。好，在这个2024年，中国的发电量呢是达到了94181亿哦，这个发电量是等于全球的2/3。所以可以说，在发电的部分，在这个 AI 的部分呢，其实中国是早有准备的吗？我们先来请教亮哥。这个稀土管制出口啊，美国说中国没有取消4月制定的办法，其实是这样啦。中国大陆现在决定要实施那个最终用户的这个认证制度了，我们英文叫做 VEU 啊，就是 Validated End User 啊。那要求要对最终用户身份确认，然后用途的承诺，然后转让的限制啊。比如说你如果是买了稀土，结果你造假，你转卖，比如说有个印度的企业就转卖给雷神嘛啊，那他实际上就是用汽车的名义出口，那你以后就立刻被禁止，你以后就不能作为那个出口贸易商了。只要被查到1次，你的资格就被取消了所以美国知道，其实中国大陆的目标是非常清楚的啦，就是军工产业你别想买到了。中国大陆并没有承诺稀土要卖给军工产业没有啊，他只有承诺美国的民间的企业，那他会有审批嘛，那可是他把那个10月9号那几个都取消掉了嘛，1年嘛，那另外大豆也是这个都是贝森特自己瞎掰的啦。中国大陆并没有承诺今年才剩下几天要买1200万吨，没有啊，再都来不及再。中国大陆承诺的是未来3年每年买2500万吨，所以我不知道美国是在说什么这个叫做舆论战你剩下2个月怎么买1200万吨你怎么去租船呢？那剩下2个月买1200万吨怎么消费所以这个叫做莫名其妙我跟你讲，美国这种新闻可多了他自己没有办法应付大豆的农民，然后明明是自己瞎掰的，那现在又怪到中国那边去，就是这样你如果要这样搞，那明年大家都不要做生意算了所以我跟你讲，那个1200万吨的大豆的承诺本来就没有出现在中方的协议里面所以我不知道这个有什么好吵的啦那至于这个，我觉得稀土不是价格的问题啦，稀土我跟你讲有人做过统计啦，目前所有的稀土交易你即便把它涨最大的幅度，总金额也只有140亿美金，目前是40亿美金而已啦。表示什么？这不是价格的问题嘛？是没有货的问题嘛？买不到嘛，买不出来，一样嘛。美国的那个高阶的芯片也不是价格的问题中国大陆愿意买买不到所以我坦白讲，这个跟这个不要去谈价格啦，重点是做管制出口嘛那目前中国大陆它稀土的出口管制用最终用户的认证制度，这个已经确定了啦，而且相关的办法
相关的表格都已经出来了啊，这个随便找都找得到。所以美国的记者认真一点嘛，啊，就是 VEU 了，这个也是学美国的，美国也是用这样来管制对中国的出口啊。美国不是有一阵子也在查吗？说新加坡啊、阿联酋啊，你们有没有偷偷转卖啊？转卖晶片啊？所以都一样，都一样。中国大陆是用美国的制度，所以这个也没什么好抱怨的啦，因为你自己也在用啊，我是学你的啊，所以我是觉得这没什么好讲的啦。那至于 AI 啊，那个马斯克说未来电力会不够啊，不用担心啦，啊 ，AI 只要泡沫就用不了那么多电了。你以为可以一路股票涨到2028啊？你们做梦啊！中间100%泡沫，泡沫到时候就没有那么多需求了啦。是因为这个建制太多，电不够才泡沫，还是因为这个真的是已经要泡沫化了呢？我们来请教盛峰委员。这样子来看，首先呢，中国大陆最大宗的农产品进口大豆应该是一项。那经过这一次的贸易战之后，他学会了一件事，学会了大豆不能只专在某一个地区上。他现在大家用2个态度来处理。第一个，把自己变成十足的买方市场，也就是说，我同时可能像2、3个国家，那谁都不要在那边跟我拿翘。那我在整个的价格上，我几乎可以完全的掌控这个世界的市场。我既然是买方市场应该是最大的嘛，怎么最后变成被控制的呢？第二个呢，他做的第2个方法就是他投资在南美洲，在其他地方开始投资大豆的这个经营，就是说我自己有耕地，自己来种，自己来进。那么这个部分，美国大豆上采起来会变成更被动了，因为中国大陆它拥有的是多手的操作了，会更被动。那么第2个呢，可能大家更关心一点是 AI 吧。那 AI 呢，不管将来会不会泡沫，现在有一个问题，全世界未来的 AI 大概只有2强，没有第3，真正的 G2 大概中国跟美国。而且呢，很奇特的，这2个国家几乎走了完全不一样的路上在走。我们可以举个例子，美国的部分是操纵在3大厂商的手上，而中国的部分是在很多这个所谓的独角兽的手上。那再过来，中国采取了开放式的，美国采取闭锁式的。因为它的开放式，所以逼得美国也不得不在这一个呢开放的部分也要开始有部分来做开放。因为这样的结果，它可以用更少的成本来创造更多的内容，而不必像美国这边，我要投更大的成本，我去创造市场的竞争力。为什么到最后会泡沫化？那就是一个道理，说我投资了20亿美金，结果发现中国大陆只要用2000万美金可以得到相同的结果，你说股票市场会怎么样？这是很容易可以感受到，这美国市场处理的不一样。再来看看呢，这发展的气势也不一样。美国的 AI 的发展是完全依照市场的规律，跟我 AI 的拥有者、开发者，我对市场的判断跟市场的掌控力。而中国在整个的 AI 来上是以国家的意志在发展的 AI， 所以它现在 AI 的普遍化、落地化、在地化，那个可能都超出你的想象。可是要这样做，必须怎么办？它必须由国家来掌控整个 AI 发展的一个程序。那么这个假如它发展的顺利的话，将来全世界大部分要走的 AI 使用的law、使用的规则，可能中国大陆的发言权会远胜于美国，因为多数的国家没有办法付那么多的钱，用市场的经济来处理 AI 的问题。那么这个呢，双方的发展可能也会很大很大的不一样啊。再过来呢，是双方里面呢也各有强弱。比如说芯片是美国的强，中国大陆现在在后面急起直追。那平常心讲，你说华为有成就吗？有，但是比起这个黄仁勋的这个那还是有一段大的距离。那美国限制了怎么办？所以中国大陆有另外一个优点，把这个限制给处理。我们都晓得芯片的好坏，就是我用100个可以创造100分，跟我必须要用200个才可以创造100分，那电力的消耗就不一样了。那中国大陆刚好是我的芯片较弱，但我的电力非常的丰富，所以呢，对于使用国产芯片而产生需要有 超越的电力的部分，国家补贴，
这个一来以后啊，美国所谓的芯片的优势，也不见得能够拥有多久。其中最重要的是，芯片可以被追赶，但是电力啊是没有办法一夜之间去创造出来的东西，因为电力是很现实。而今天中国在整个的电力上最大的特点，它已经变成了未来这个21世纪啊能源的输出国。什么能源？就是电力，而且就是干净能源的输出国。那这个可能是美国现在面对到很大的压力。那美国现在发展这样的一个电力，因为它是资本主义国家，那我要看我有没有利润呢？那我发出来电力，我能不能有得到的一定的条件？跟中国大陆把电力当作国家政策在发展，那又就有很大的差别。所以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 ，AI 的一个霸权上，双方会有成长。一个是在国家的规划下，全新的来把它当作是这一个世纪跟下一个世纪最重要的一个项目；一个呢是由市场来决定。所以从这样的角度，假如你有这 AI 的投资者，你要投资到哪里去？你要怎么看？或许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比较标准了，可以给大家做参考的地方。其实中国跟美国的这个两个不同的模式没有好坏来，就看最后会是谁来胜出。接下来我们请教这个聂教授。对，看谁来胜出啊？看谁的底气较强，筹码较多嘛，非常清楚啊。川普1.0版的时候13轮谈判，谈到最后呢，妥协再反悔，妥协再反悔，而且叫嚣都是川普说你们又反悔，我又要制裁你，又要制裁你。那时候被压着打，到最后我们讲我们的对岸就觉醒了，开始要反击，要沉着开始反击之后，经过拜登之后到了现在川普2.0版，这次谈了5次谈判，你自己看看哈，这一次底气完全不一样，真的是反向了。各位想一想啊，如果两个人在吵在斗争，最后有一个想要去用法律诉讼或者叫控诉的话，这是表示什么？表示他要输了。输家的最终武器就是控诉嘛。你看现在美国众议院开始要控中国操纵矿产物价，然后要扩充它的经济。而且影响这个国际地缘政治，我想知道一下，请问一下，美国做了多少类似这样的事情，而且过之不及嘛？哈，我先讲一下这个非常重要，也就是说，现在很清楚，全球不可或缺的矿产，全世界都知道是什么了，稀土，还有其他的哈，这稀土就有17种元素嘛，包括它的合金。现在它是4月开始所谓的出口管制出口，而且到了这个9月的时候、10月的时候，还出现了所谓的2025年62、63号公告。给他做严管主审，就像刚才这个亮哥讲过的，真的是有样学样啊！当时你对华为的第3波这个清单的时候，到最后是不让你有洞可钻，1%以上只要跟美国晶片有关，全部封锁。中国用的同样的一套，在62、63号，然后一样的，刚刚讲到的，像之前他也去这个当川普要扣他的港口服务费的时候。中国就很清楚说船都是我们做的，没错，你扣我的船没有关系，只要挂美国国旗，有美国企业25%的，我就扣你特别港务费，还特别了，你知道这有样学样啊，就返回来了。我觉得现在很可怕的一件事就是说，现在美国还是有它全世界的一个霸主的地位，它也可以把它的一些小老弟用半威胁利诱的方式，比如印度为什么会出卖它，什么间谍战，更重要的是10月9号那次巴基斯坦的总理。带着他的参谋长带了一个很厚的一个木盒，打开这个潘多拉的盒子，里面是什么？金刚石加上稀土样本，这个东西多重要，去了解一下。这一次在白宫，巴基斯坦为了拿到一些投资案，出卖了中国，那个才叫大出卖。中国类似非常火大嘛，所以而且那个出卖的东西最主要是里面含有所谓的稀土冶炼的技术。各位，产量真的也不重要，储量也不重要，说卖多少钱不重要。有人形容说10月9号那个盒子里面厚礼是价值数十亿美元，讲不好听，巴基斯坦就要换一些他们的投资案。重点来了，也就是这些东西现在完全握在我们的对岸的手里。当它的稀土不管哪一种元素越扣越多，就像刚刚讲有民用有军用。全世界战斗机需要420公斤，那舰艇也要，未来的雷达，甚至人员的离岸风力，它的所有的马达甚至定位的设施都要靠稀土，所以中国这一招不得了。我最后只要讲一下，中国有趣，你就会发现它的 AI 整个的环境场域已经全部建制了，因此它这里叫 AI Plus， 这是一个不一样的未来。当这个 AI Plus 要扎下去的时候，会比它之前的大经济1期、2期、3期计划还有更可怕的未来，也就是它叫做非常规，要让它千百
行业全部将来都数位化、智能化的转型。当你去了中国，你会发觉他们真的在做，很务实的在做。没错，这个中国崛起了，那美国呢？美国现在有个好消息，那就是政府终于可以开门了。哇，史上最长政府关门了43天之后，终于落幕了。现在呢，川普已经签署了复工，但是啊，要等到完全恢复的话呢，其实还是需要一些时间的。例如各州的粮食补助发放进度不一，部分民众恐怕还要等个几周才能够收到全额补助。而这一次啊，史上最长的关门呢，恐怕是两党皆输，因为光是经济损失呢，就造成了110亿美元，大约新台币3419亿元的永久性损失啊。而现在啊，美联社的民调也说呢，大约有60%的民众认为这一次呢是川普跟国会共和党应该要负责任，但是呢，也有54% 的民众认为呢，民主党也是难辞其咎的。好，而现在啊，就是因为这个关税还是有在收到嘛。为了要这个稳固民心，似乎也开始要提出这个关税收入的分红。这个川普打算呢，要向这个收入低于10万美元的家庭来发放至少2000美元，大约是62169元96元的台币的家庭补贴支票。而另外，为了要扛住民怨啊，现在甚至透露了，这是贝森特表示呢，未来数周可能会大幅的降低这个包括了咖啡啊，还有香蕉以及多项水果在内的进口食品价格，说要来调降这个食品关税。哇，原来这个关税竟然是可以浮动的呀！因为我美国缺这个，所以我就来给你减少关税吗？不过现在美国的经济压力也是很大哦，尤其啊现在这个1分钱的硬币呢，因为它是铜嘛，所以它现在铜价大涨。于是呢，美国呢正式要结束来去制造停产这个1分钱，因为制造这个成本已经超过这个1分钱的这个价值了。好，而就是因为这个经济压力非常大，所以川普呢又在开始召集金融业来进行开会了。好，包括了摩根大通的执行长啊，还有对冲基金大亨阿克曼等华尔街巨头，通通都受邀出席。川普最喜欢这样子找一堆企业啊，还有大头啊，来这边问他们要不要来投资美国制造业。好，但是啊，这个现在美国的状况真的是非常的紧绷哦。高盛的执行长就警告了说啊，美国的债加速膨胀，再不管就等着要清算喽。他说，激进的财政刺激已经进入了某种程度迁入美国经济运作模式了。若政府继续以现有利率为债务再融资的话，那么债务啊势必要突破40兆美元。好，而现在川普也醒了吗？就是他日前呢，在接受这个 Mega 派的主持人专访的时候呢，被说到美国的人才充足的时候呢，川普他竟然说啊，美国缺乏足够特定技能的人来从事工作，他甚至说不能随便挑一个失业者去来制造飞弹吧，也就是他承认美国确实是有人才缺陷的这个问题哦。而说到这个飞弹啊，现在美国呢还是不断的在对委内瑞拉来出兵。好，这个是福特号航母呢也已经来压境了，而美国呢则是有20万的兵来警戒。但是对此呢，美国的民主党就表示啊，这个出兵是没有经过国会批准的，它是缺乏法理的。而美国的媒体也报道说，现在美国在委内瑞拉海岸动用了无人机，还有 F-35，好，也就是这个无人机还有 F-35。而现在啊，这个委内瑞拉呢也开始来大练兵喽，这个局势是非常的紧张的。我们来看到啊，现在美国在加勒比海地区已经集结了10余艘的战舰，还有上百架的战机，这个是几十年来的罕见的。而美国呢，也启动了独立200计划的军演，军方称呢，击落了一架非法入境的飞行器。现在啊，美国是大规模的动用了军事人员、武器以及装备，最新一轮的军演部署陆空作战单位，以及包括导弹在内的武器系统等等啊。哇，这个委内瑞拉跟美国的关系在川普任内可以说是达到了紧张的最高峰。而现在美国政府重新开门了，川普的民调可以有所提升吗？我们来请教亮哥。这次美国的地方选举啊，核心议题是生活负担能力啊，所以美国共和党都输了嘛，所以川普确实感受到很多中下阶层生活困难啊，所以他这个新的提案啊，我认为过的几率蛮高的啦，因为美国的他用家庭来算，美国的家庭是1.3亿户。那年收入在10万美元以下，57%，那大概是7470万户。如果每一户发2000，总共要花149亿美元，这个钱他付得起啊。
因为关税啊，对，现在在他手上还有880亿啊，那这个才149亿啊，很好用。那是一个高度象征性的议题。赶快花掉，不然就要还回去了。中下阶层会觉得川爷对我不错啊，那我觉得这个国会大概也不敢拒绝，不敢挡啊，不敢拒绝了啊，因为这些人生活真的有点困难啊，所以我觉得从这里你看到川普这个人其实还蛮灵活的啦啊，他就知道这要补一下，要补一下啊，不然我输成这个样子，对不对？啊，那至于这个。我们讲那个川普这个国债啊，那个没救了啦，那个谁来都没救了啊！美国已经证明，不管是共和党、民主党，每年那个联邦政府固定大概负债2兆，每年，因为美国的整个税入啊，大概就是5兆，那每年要花7兆，你怎么办？所以他本来在幻想。他本来是要解决这个问题哦，对啊，用关税，就是关税战啊，结果关税战搞了半天，现在手上最多了大概1000多亿了啊，显然是没有办法。美国真正需要的是经济要能够高度成长，那可是没有办法，只有看到 AI 在成长啊，所以可是问题是每年要花7兆，所以你怎么减，对不对？本来不是马斯克在帮他减，那马斯克减到几个月自己就倒了，就翻脸了。所以我跟你讲，这个要么就开源，要么就节流嘛。那开源就是你要有新的税入嘛，可是没有办法，他一年大概就是5兆。那支出呢？你除非你砍你国防预算啊，他不愿意。所以他都过来砍社会福利，都来砍民主党的，那这个显然是不太可能的啦。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是无解了，因为要么就是，不然就是你美国，又是搞什么稳定币啦，搞一大堆奇奇怪怪的东西逼人家买啊，让别的国家来帮你填这个金钱的一个坑嘛，可是现在越来越难了，因为他过去都是搞货币战争嘛，造成人家的金融危机啊，那钱就跑到美国来，对不对啊？不然就是。战争嘛，那也造成其他国家找避风港，又跑到美国来啊。可是现在这个世界能够有这么大的战争，造成钱的流动啊，有钱的地方不多了啦，最肥的地方叫中国了啊。那他又没有办法在中国制造个金融危机，也没有办法在中国周边制造个战争啊，所以我认为不容易了。那这个问题会很严重啊。所以人家才会觉得美债早晚会债格下跌，连那个葛罗斯债券大王大家都不买美债了，还有美元会贬值，对，这个恐怕大家就要逐渐面对了。好，接下来我们请教盛峰委员。谈到美国啊，这个现在不说讲的它不好，好像我们都在看衰它啊。事实上，你要找它好的来讲，最近真的不太好找。真的不太好找啊！比如说像关税战，他民粹操作的成不成功，你不能说他失败。他这一次关税收到的钱里面，他拿了将近200亿出来补贴这个50几吧，50%几的这个家庭，那他们是有感的。这个他又可以吹了，他吹起来对不对？你看我就抽了关税，所以我才可以花这一笔钱给你。那收到的2000是真的。物价被上涨的感觉，可能呢一下就被冲掉了，基本上还是选举操作。那么一个国家当只进入到唯一只有选举操作的时候，所有的道理大家都知道，所有要做的事大家都做不下去。这就是民主选举的特点，因为我要的是其中选举赢，我要的是2年后赢、3年后赢，那30年后的事跟我什么关系？10年后的事跟我都没有关系啊。5年后的事，说不定跟我也没有关系。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境里，他现在面对的，像举个例子，像政府关门，这个在全世界都视为可怕的大事啊，但他无所谓。43又突破纪录了，也很厉害，2次的纪录都是他突破的。那突破了43天之后，出现了什么情况？美国的社会是更分裂、更对立。你可以从这个谁的责任？那川普60啊，那么这个民主党54啊，
几乎是各打50大板，都没有赢家啊。那事实上这个国家是伤害啊，但是呢，大家都怎么样子？大家都指着对方说都是你。你看这个国家将要怎么办呢？产业的结构，产业结构要怎么样？天时地利人和，没有一项可以看到产业可以回归到美国来嘛？这个谁都看得清楚，他要逼回来，就连他一心一意要逼回到美国的半导体产业。事实上，钱是可以投资进去的，人呢？你就要去问台积电，现在在美国市场是快乐的或是痛苦的，他心里就很清楚了。能不去打死他，他也不会去美国的。这就是天时地利人和。美国的车厂是美国的汽车王国啊，它的车厂现在获利最大的地方在哪里 ？GM 就美国通用，美国通用跟福特，假如没有中国市场，没有中国的这个什么生产点，它能赚钱吗？不要说它，连福斯都一样了，我说都是一样这样的情境。所以这样子的一个现实，世界上只有回到一条路上来走，这一条路就是中美两国真正的和解。现在看得出来是要和解，现在所有的问题都在和解的架构下进行的。所以过去我们讲斗而不破啊，过去是讲好听的，现在真正会斗而不破，因为不能破，不可以破，也这个怎么样子也破不得，这就是今天世界的一个局势了。好，接下来我们请教聂教授。OK， 我们先讲人才部分啊。美国以前真的是人才的摇篮啊。我们在美国读过书都知道，像这个我们两个 Ivy School 这种耶鲁，对不对？一定是人才济济。但是你知道，美国的所有的工作的环境中，很多人才都是外国人去的人才，但这些外国人现在慢慢的都离开了美国，而且他后来走的方向真的是慢慢的制造业空洞化以后，他非常多的特地技能、特地工作的这种特定人真的都缺了。尤其最近几年，大家可以看到 AI 的发展哈，中国甚至很多人都回到了中国去工作。所以黄仁勋曾经讲过一句话，说在美国很多 CPU 矽谷很多公司上班，下了班都谈华语。国语不是叫就华语就中国话，为什么华人超过1半以上？大家就知道，所以真的美国的人才变少，而且当这个美国现在还在教育啊，尤其好的学校，你知道收紧经费的时候，我真不知道美国的未来怎么办。第二个呢，先讲这23次的这个所谓的超过43天的这个政府的 shutdown。过去呢有22次呢，都是大概是8到18天平均，这是2倍之多。我跟你讲哈，这个是真的太长到，因为他们这个政府 shutdown 我们也看多了啦，这么多次，在美国读书的时候也是这样，那就见怪不怪。可是这次真的太长的真的是经济会有点烧伤。那我先讲到说，这个时候呢，当然你要知道，美国就谈一下他们这个经济的问题。36兆半年就变38兆到40兆，非常清楚嘛，很容易就到了。但是你以前兆再多不用担心啊，金融海啸、欧债危机的时候，你那时候10兆比这个欧洲5国加上德英法加起来的10兆还多，为什么没问题？因为你没有流通性的问题嘛，你印钞全世界买单嘛，从 Bretton Woods System 开始就是美元霸权。不过现在重点来了，你现在美元还有霸权吗？的确还有，但是很奇怪，美元霸权被人家拿去用了，你这一把剑被人家拿去炖。你要知道11月5号，我们的对岸中国在香港发了一个也是事实，叫40亿的美元主权债权。我想大家都知道，你去查一下，这个是一个不得了的想法。我当时有在一些地方讲说，这是很可怕一个叫做超强的信用产生了，叫中国。为什么这个信用是超过我拿你的钱来发，却全世界有30倍的认购率？这吓死人了！我跟你讲，比在美国还三倍还多10倍。这为什么呢？表示大家对美国的发行的已经没信心了。你美国发行美元合理吧？可是美国发行美元，怪了，你美元发行美元，为什么人家认购率会远比别人用你的钱去发行美元还只有1/10呢？我答案非常简单，信用问题嘛。这要超强信用，你的信用已经不在，你欠了40兆，你以为你还是继续印钞票，没有流通新闻，全世界买单吗？像别的国家买债就是结构性问题。我跟你讲，债会倒。我讲债我们在财务教学很多种风险，有一种风险非常重要，就是你要敢不敢借你钱，比如借来借就最重要就是 credibility 信用。信用风险就是在后面最主要的。当你美国债务欠这么高，以前它流动性完全没问题的时候，不用担心。它欠那么高的时候，现在全世界有在担心。我跟你讲，也就是美元还是很稳。那为什么不敢买你美元，会去买一个用你的币值到别的国家，在一个地方异地发行，却能够卖到你10倍的认购率？我跟你讲，这个叫超信用，这个已经出现了。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警讯。当然，我们现在讲一下，其实
我们该讲一下人才跟这金融有关。其实我发现到美国现在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过去人才济济。你不管是东岸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华尔街，或西岸的这个矽谷，金融人才也好，科技人员也好，可你会发觉这些人才慢慢松散，尤其在这国家制造业也空洞化之后，虽然美国在过去的这个历史经验，它的整个从这个大康到现在非常稳健，可是你会发觉这些人才很多越细腻的东西已经走到了别的地方去，也就是说。东方这个我们讲龙啦，包括我们也是龙的传人，你会发现在这不管在金融或科技人才，可能会远远也就慢慢会超越了这个美国的人才。因此，美国的未来走向我还是真是担心，也因此它的这个即便你以为你没有流动性问题的这个美元发行也出了问题，甚至被人家拿去用了。好，美国不止经济的状况，尤其这个川普上任之后啊，它的不稳定性让全球都更想要跟中国来做朋友了吗？我们来看到，现在啊是泰国国王，他也在访华的期间，可是现在是国丧期哦，结果他还是如期的成型了，就显示呢，他们认为中泰关系是极为重要的。好，那么泰王访华的外溢效应是什么呢？可能就是川普的压霸，让东协国家认清事实了哦，就是即便奉行外交灵活，但是呢，已经体会到美国的虚伪盟友外衣，所以泰王这一次亲访北京呢，必能替泰国成就更多的合作红利，期盼能够早日脱离美国的魔掌，甚至呢，现在泰检又爆发了边境冲突嘛。日前这个泰检的这个边境的弹劾是川普的这个一个和平协议，结果现在呢，哇，他们又破局了，这个是完全就是不惧美国可能寄出的报复性关税，也拒绝要去来弹劾，明显就是打脸川普了。而现在在访华的呢，还有西班牙的王室，我们来看到是西班牙国王，他访问北京，会晤了习近平。好，那这也是一个非常微妙的立宪君主外交，因为呢，这个立宪君主可以采取不依附民选政府的微妙细致手段来从事外交工作，而习近平也表示呢，愿意打造更具国际影响力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甚至习近平夫妇呢，也跟这个西班牙的国王啊，夫妇一同来去观赏这个皇家剧院音乐会。而西班牙现在呢，也有超过6万名的学生都在学中文了，包括这个西班牙国王他的女儿也是从小就开始学习中文。当然啦，川普自己的孙女也是在学习中文的哈。不过呢，现在这个西班牙国王带头来访华呢，这个中国的电动车呢，也是找到了一个欧洲的突破口吗？我们可以看到啊，包括了这个宁德时代，还有远景能源以及奇瑞汽车等中国企业呢，都正在西班牙去投资建设电池还有整车工厂。而对西班牙来说呢，他也希望能够来寻求平衡对华贸易缩小逆差的压力。因为根据西班牙外贸投资促进局的统计啊，2024年西班牙自中国进口额是达到了450亿欧元，而出口额仅75亿欧元的。好，除了西班牙还有泰国之外啊，现在法国跟德国也要来靠向中国了吗？我们来看到这个是马克宏，法国总统他说呢，他希望能够重新定义 G7， 这个以欧洲国家为主，但缺乏美国总统川普所偏好的全球要角的非正式组织。另外啊，现在这个德国的部分呢，德国的副总理呢也成为了新政府首位访中内阁，而且呢，他还带了一堆金融代表团哦，包括了德国银行和保险公司组成的一个小型代表团，一同来访中。我们可以知道，其实现在这个德国的经济啊，所以可以说是也是一个非常危急的时刻，因为这个梅尔茨政府呢，5000亿欧元的刺激呢，还是非常难救景气的。而现在德国的经济专家呢，也下修2026年的成长至0.9%。好，这个下修了2026年的经济成长至0.9%，先前是1.0%的。同时呢，也将2025年的成长预期小幅上调至0.2%，显示啊，现在这个欧洲最大的经济体，也就是德国，它的复苏呢，仍是呈现迟滞的状况的。好，我们知道之前德国外长一直都想要去访华，但是一直被拖延嘛，结果没有想到这个德国的财政部长先访华了，看起来是这个外交是另外一套。那么这个经济呢，还是比较务实的吗？我来请教郭正亮亮哥。那个泰国国王是有史以来第一次访问中国啊，那这一次是中泰建交50周年呐啊。那泰王在泰国是蛮有权力的哦，所以他可以决定蛮多事的。那大概包括中泰铁路第2期啦，那还有他们有这个中泰经贸的5年发展行动计划啊。那还有很多了，什么清洁能源、数字经济、半导体、电动车
中泰关系本来就非常密切啦。你可以看到那个大陆的旅游出访到泰国，泰国是副总理在机场接，就那个旅游季开始的时候啊，所以那个关系是非常密切啦。所以我觉得这个中泰的关系密切可期啦，因为他们也看到那个中老挝那个铁路通车嘛，那就希望那个能够拉到曼谷啊，那曼谷之后还要拉到吉隆坡，那吉隆坡之后可能还要拉到新加坡啊，那个就是泛亚铁路中段啊，所以泰国目前是建得蛮顺利的啊，那因为他看到印尼啊，那个亚万铁路成型嘛，那西班牙是这样啦，中国大陆我认为他在欧洲啊，大概知道要整个跟欧盟谈。跟德国谈、跟法国谈是有一定的困难，所以他选择了2个，这个是我个人的观察啦，选择2个地方单点突破，一个就是匈牙利，一个就是西班牙，啊，那你可以看到主要都是电动车产业啊，就是说他在匈牙利做了很大的投资啊，就是电动车包括电池还有零组件，我听说匈牙利有一条路啦。大概几10公里，两边通通都是中国的电动车的零配件的工厂啊。那西班牙，因为西班牙比较特殊啦，怎么说呢？因为它距离俄罗斯那么远，所以它的国安的威胁真的是比较没有感觉啊。然后他也不喜欢像法国、德国、英国啊，就是 G7 嘛，这么意识形态啊。因为他不是 G7 的，所以他就觉得我应该可以跟中国有更多的贸易啊。比如说，你看他出口到中国这么少啊，那当然他会希望他的猪肉啊多卖一点啊。那个伊比利猪是蛮有名的啊，那中国又是吃猪肉的啊，所以我觉得基本上西班牙事实上这个国王来是象征性的啦，实际上首相啊，他们已经双方交流过非常多次了。所以我是觉得这个就是这2件事都算大事啦，因为中国大陆确实跟泰国还有西班牙这2个都是具有战略位置的一个国家，因为泰国就在中南半岛的中间嘛，那西班牙就是中国进入欧洲的另外一个生产的基地啊，所以我觉得未来应该是包括匈牙利，那包括西班牙，因为他们都是欧盟的成员。那基本上就变成中国大陆在投资欧洲的桥头堡这样。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回来。美国的盟友陆续倒向中国的怀抱吗？我们请教李胜峰委员。讲这个以前，先讲上一集有一个小话题，可以给大家做参考。现在美国1分钱收的不再印了，那你知道可以做一个什么生意吗？就收1分钱，然后就把它融成了。不要笑，以前中国就是这样搞的。所以每一个皇帝最重要的就是如何控制那个银币的那个铜量，否则就会被收走。好了，这是题外话，题外话啊，因为一个马上赚2.69分了。好，那西班牙这个国家我们要特别注意。全世界英语之外的拼音文字最多的国家，应该就是西语，西班牙语系，而西语系大部分就集中在中南美国家。那这些国家里面呢，这跟西班牙关系形成一种很特殊的文化跟一种认同的关系，所以西班牙的文化影响力，除了英文之外，它应该是具有第2种语言影响力的国家。那从这样一个角度来看，西班牙呢，现在又跟中国大陆的关系非常的好。2024年的投资大概119亿美金左右，是过去8年的2倍。那你可以看这短短的时间里面扩张的这么大，那么包含了新能源、电池、汽车啊、工业等等。除了西班牙之外，还有几个国家也是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就是说对中国投资最多的欧洲国家是德国。大概可以达到1900亿美金，都超出我们在台湾里面讲，哎呀，中国大陆没有人去投资了什么？你没有能力去，就不要讲人家不去啊，因为事实上全世界大的还是往那边在走的。
那我们来看中国大陆的布局没有错，一个就是西班牙，一个就葡萄牙，啊，不是说错了，那个匈牙利啊，这两颗牙有没有？他都都有牙，哎，对，能气也有没有？他都把它这两个，它是很稳固的。在东协是一个特色，东协过去是对中国大陆是很防范的。所谓的当时的东南亚公约相当大的程度，是为了防止共产主义的扩张。二战的时候就怕共产主义的骨牌理论，所以这些国家里面对共产主义、对共产党是蛮大的压力。这也就是当邓小平去访问新加坡的时候，那么他们谈了很多。李光耀告诉新加坡，告诉邓小平一点的就是，不要再让大家对共产党有恐惧感。那这个恐惧呢，所以相当多的时候，他就依附到了美国的身上。但是最近呢，中国大陆的经济实力起来了，中国的经济起来了，他们发现经济靠大陆，然后呢，政治呢安全靠美国。现在发现不需要靠美国了，一样都是靠中国大陆。然后再回顾到历史，除了共产党那一段之外，基本上大家和睦的历史比被侵略的历史是来的更多的。所以东南亚目前之间的相互关系可以看到出来，越来会越和谐。菲律宾跳不了多久了。尤其现在在川普的情况下，大家可以依靠美国的情况可能又更小了一点。好，我们先休息一下，进广告。美国的盟友陆续倒向中国了吗？我们请教聂教授。这个问题非常好。我们刚刚讲到债务问题嘛，就是我们讲超强货币已经被别的国家拿去的时候，原来这个国家还以徒有霸主之姿态。那全球在他的这个村庄里面，当时呢会这个遵照他这个行事办事的这些小老弟呢，开始发觉呢这个动不动摇摆不定，有没有？尤其关系又这样这个对这个自己这个所有的小老弟呢又不友善，所以这些国家。那这看在眼里，或者这个生活形式上，一定是敢怒不敢言嘛。这时候呢，会发觉另外有一个呢，我们这样讲好了，不是说女的美、男的帅，大家就嘲笑他，是你要有 charisma 就是要群众魅力，或者你要能力够强，综合实力要够。就发现我们的对岸，他的实力已经够到了一定。我这样讲好了，为什么会导向他？其实很多国家，你看慢慢陆续，只要我们的对岸做了一些动作，很多的国家都会过去。我就举几个简单例子：6月25号，上海黄金交易所声明了一样东西，隔天26号，在香港，又是香港中国银行成立一个国际版的黄金指定银行，叫仓库。这个指定仓库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东西，而且要用人民币计价。那这个时候会有做到2件事情，第一个就是它让人民币更国际化，第二个去美元化。你要知道这件动作是非常大的，你会把很多东南亚国家马上就签了契约，说我愿意放。你知道我们以前黄金是要放到美国有美联储里面，我们才能印钞票，否则这印钞票也没有用。这时候呢，你会发觉大家已经对我们的对岸开始比较有信心。